榆树容易成活，比较好养，而且成型也较快。但听一些朋友说，中养的榆树生长出现了枯萎，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？仔细想，应该还是心态急。不仅是榆树，在很多生长中养中也会有这种心态表现。以榆树生长中养为例，表现一，对榆树生长裁桩不彻底。这里主要讲裁根，对树根的裁剪与枝干取舍一样，确定好一个基本的造型，要把所有的树根一次裁剪到位。树根的形成同样需要过渡，不要误认为把树根留多留长就会形成根盘，更容易成活。没有过渡的树根必然缺少美感，也会因树根的拥挤减少树根接口与盆土的接触面，树根交织在一起，容易形成空隙，这样就会降低树桩的成活力。裁根要把底部中间的主根去掉，交叉和重叠的根不要留。留树根不仅要分布均匀，也不要留得过长。生长根的长短与树桩成活没有必然联系，关键是把根的表面修平整，因为新的根系一般是会在接口面生长出来，而且树根不一次裁剪到位，很有可能在3盆中面临第二次裁根、重新育根的风险。表现二，在榆树的生长中养中，为达到生根的目的，盲目用药水浸泡。且不说药水对生根有什么作用，不分清树种，将裁剪后的榆树根放在药水中浸泡，使根的界面产生大量的流胶。泡桩有利弊，要有针对性的进行。像金兰子、刺兰这些树叶浓度低的树种可以浸泡，吸足水分，还可以提高它们的成活力。而像榆树、金雀这些厚皮植物，不仅不能浸泡，裁剪后还要将树根晾上1天，使接口收缩，不再流胶。用半湿的土筑，种后还不能立马浇水。表现3，对榆树长根的过程不熟悉，急于动手。榆树生长是先长叶还是先生根？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也无关紧要，但在榆树长叶出枝后，容易使人迷惑。有人会把长叶出枝当成树桩成活的标志，控制不住提前拆掉保湿膜，加快浇水的频率，使盆土处于湿度饱和的状态。有的甚至还会补充肥水，其结果可想而知。榆树是先长叶后生根的树种，而且这一特征不仅是榆树，在大多数盆景树种中也会存在。常说的树桩假或肥芽，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些不当操作造成的。榆树及所有生桩开始进入成活阶段，是以长根为前提的。榆树从发芽到长根大约有1个月的时间差，有的会因环境影响或盆土过湿，长根的时间还会更长。第4个表现，榆树在长根初期即被抹芽剪枝。榆树生桩从枝条生长到根系完全形成，大约需要1年的时间，至少也要过一个高温季节。在这个阶段，枝条的生长因光合作用增强，会加大树桩的消耗，因而会刺激新的根系生长，以吸收更多的养分，维持这种生长平衡。抹芽剪枝会中断芽簇根生的循环过程，根系会停止生长或出现退化。说榆树中养成活容易，是以了解它的树性，遵循它的生长规律。这个道理万物皆通，中养盆景不可操之过急，更不能想当然。我是三九龙茶，感谢你的收看，下期见。